由于被发现使用中国产零件，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暂停接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战机。不过，五角大楼负责该项目的官员最新表示，期间交付的所有 F-35战机都使用了该零件，但这并不会构成国安风险，将寻求豁免，恢复供货。分析指，美军想打造完全脱离中国的装备供应链，恐怕根本就是做不到。继续炒作中国制造，威胁美军供应链，多半也只能像这次 F-35事件一样，最终以批准国家安全豁免草草收场。负责采购和维护的美国防部副部长拉普兰特周五在媒体简报会上就此表示，相关调查正在快速进行，他希望该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拉普兰特表示，调查人员主要考虑两件事：一是对国家安全是否产生影响；二是对适航性或战机安全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调查中并未发现相关问题。拉普兰特强调，如果最终的调查确认不存在以上两个问题，他或将签发国家安全豁免，让 F-35生产线重新运转。美国国会山报称，一旦发出豁免，就意味着五角大楼不会在已经交付的飞机上更换相关的部件，并将允许继续交付已经使用这种合金的组装飞机。据此前报道，五角大楼国防合同管理署报告称，美国防部采购的 F-35战机的涡轮发动机中的磁铁使用的合金是在中国生产的，违反了美国法律和五角大楼采购条例。美国防部因此叫停了 F-35的交付。据彭博社报道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周五承认，迄今为止所交付的超过825架 F-35战机中，全部包含中国产零部件。不过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发言人戈梅尔表示，该部件没有技术缺陷，对于 F-35的软件代码也不构成安全风险。该办公室将就此寻求国家安全豁免。这些 F-35战斗机分布在美国以及亚洲、欧洲的很多国家。那么这些已经卖出去的 F-35怎么办？如果要重新更换零部件或者是更换材料，这恐怕是很大的一笔费用。何况总体而言，这些中国生产的材料并不影响它的飞行安全。因此呢，这次他们又提出，是吧？经过研究或者是评估之后呢，依然可以使用中国生产的金属材料和零部件。F-35能够继续飞，这恐怕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才做出这么一个决策的。根据美国采购法规，美军相关项目禁止采购和使用中国、俄罗斯等国生产的某些特种金属或合金。但美国报告其实已经多次提到，五角大楼在某些关键资源方面严重依赖中国或俄罗斯，这也包括外界熟悉的稀土制品，例如矿物梯对美国军事工业供应链至关重要，从穿甲弹、爆炸物到核武器以及夜视镜等其他军事装备的生产都需要梯。美国地质调查局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国内没有梯矿，中国是最大的梯矿石或精炼梯的生产国，也是美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分析指，美媒之前的炒作其实是奔着中国制造影响五角大楼供应链来的，希望推动美军进一步在军工领域与中国脱钩。但让美方措手不及的是，后续调查显示，中国制造对于 F-35项目乃至整个美军装备供应链的影响深远。想要彻底消除中国制造，很可能是根本做不到的事。要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而且我们的产业链非常齐全。各种各样的产品都能生产，而且中国生产的产品物美价廉，因此美军这些高端的军用飞机使用中国生产的金属材料和零部件是毫无疑问，而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有一些稀土材料只有中国有，那美军要想用稀土材料只从中国进口，可以说美军或者是美国要逐渐的适应这样的情况，越复杂的军用飞行器，采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的可能性会越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军 F-35战机采购再闹所谓中国部件风波，五角大楼先是宣称要全面清查，之后又改口称要寻求豁免。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想拜登政府以及美国军方一定会尴尬得无地自容。
要知道，自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就在部署要在某些关键性的行业与产业链中跟中国脱钩，尤其是要在国防等领域严格杜绝来自中国的产品。而 F-35无疑是美国最为先进的战斗机，甚至是把它称为美国的国之重器，我觉得也不为过。然而，在这样的国之重器当中，居然也使用了产自中国的零部件，而且这一情况是在 F-35已经进行大批量生产、大批量列装之后才被发现的。而更让美方感到尴尬的是，即使发现了生产 F-35战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没有办法立即杜绝来自中国的零部件，除非他们立即停产 F-35战机。所以最终他们只能唾面自干，说这些零部件并不会影响到 F-35战机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这背后可以解读出的信号就是，中美经济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互信。中国制造早已在美国的各行各业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以至于美国已经是防不胜防，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中国制造与中国经济彻底切割。那么很显然，这是过去40多年来中国坚定地致力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而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可以带给我们的几点启示就是：第一，面对这一成就，我们首先还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不要过分骄傲与自得意满，但是一定要更加坚定地树立自己的自信心，也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离不开世界，包括西方世界，同时世界包括西方世界也已经离不开中国了。第二，面对美国正在部署的针对中国的产业链脱钩与经济封锁行为，我们不可过分悲观，更不要自暴自弃，以为美国老大要孤立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只能接受被孤立的命运，只能关起门来过日子。第三，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和平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经济合作与产业链分工仍然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奉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我们就一定能够跟世界更加紧密地拥抱在一起，未来的世界就将更加离不开中国。